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光。从世界创造的神话来看呢，光明呢是最极其重要的内容。在中国创世神话之中呢，盘古传说最具代表性。那盘古呢，于混沌之中开天辟地，最后呢，牺牲个人的身体变成了世界。其中眼睛呢，变成了日月星辰，为世界带来了光明。在西方的文化中呢，神创造了天地。于黑暗之中呢，神说要有光，于是呢就有了光。古埃及人呢都信奉太阳神，在古埃及的创世神话之中呢，神为一切的开始，为一切的创造者。那太阳呢是一切最高的表现形式。总而言之呢，就是在所有的创世神话之中呢，创造世界呢就必然要创造光明。有了光明呢，人类就会迈出人类文明和世界秩序的第一步。所以光呢是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在1899年呢，天才发明家特斯拉呢，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说过一段莫名其妙的话。他就说一切都是光。特斯拉揭示了宇宙核心的机密。他说所有的物质呢，都是能够从光里产生的。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曾死过，他变成了光，因此呢，它依然存在。秘密呢，就在于光的粒子能恢复它原来的状态，这简直不可思议嘛。那特斯拉的认知至少比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提前了上百年。可问题是，特斯拉当时是怎么知道的呢？那光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光是宇宙最关键的秘密之一呢？因为呢，宇宙的起源是来源于一个无形的能量之点。那么宇宙中的万物呢，也都是能量化身而来的。如此所谓的有形的物质它们的本质呢，也是能量的表现形式而已。所以这些能量本来也应该是无形的。而为什么我们的眼睛会认为它是有形的呢？因为生命的能量是一种表现形式，我们也是能量的表现形式之一。我们能够感受到物质，本质上呢，就是能量与能量的交换而已。那能量的交换是一种运动，运动也是能量的存在形式。如此有能量呢，便有存在，有存在呢，也就便有了能量。这一点呢，是科学的，没有人可以否认。这就证明了所谓的有形或者是无形呢，只是相对于我们的眼睛或者是意识的器官而言的。比如说空气，我们明明也知道它存在，并充斥于我们的生存空间之中。而为什么所谓的无形的物质我们不能够看到和感觉到，很多就会认为它没有呢？这是相对于我们的眼睛和感觉器官来说的，它是无形的。而为什么所谓的有形的物质我们能够看到和感觉到呢？这也是相对于我们的眼睛和意识的器官来说的。那也就证明了一点，就是我们看到的和看不到的呢，其实相对于我们的眼睛和器官而言呢，归根究底呢，都是我们的意识的幻象而已，而并非是事物的本质。因为一切事物的本质皆为能量，一切物体的存在形式呢，皆为能量存在的形式。还有我们的眼睛呢，是一个感光的器官。那么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物体呢，其实就是光的反射。换而言之呢，就是物体的形象呢，其实是光的形象。因为对于光本身来说呢，光也是一种无形的能量嘛。那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光呢？而为什么光又能反映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呢？最大的问题呢，可能就是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意识与光是同质的，以及一种交换的反应，让我们对这些物质内部呢发出了光产生的光感。所以本质呢是能量的物质变成了有形的物质。如此呢，或许就能证明意识与光呢是同类的，又或者有相同的属性呢。我们也知道光是一种电磁波，而现在的科学呢，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呢支持我们的意识是一种脑电波。也就是说，意识是一种光，所以意识的能量呢是一种电波能量。那人类的意识的活动的过程呢，就是一种电波的发射过程。那世界万物呢，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呢，科学证明万物内部的微观世界的微粒运动变化呢，就是能量的交换。而能量的交换呢，皆有相互交换光子的活动。这也从科学上证明了物体内部的运动呢，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种光量子运动，也就是意识的一种运动。因此呢，万物皆有光量子活动，万物皆有光的能量，而万物皆有灵嘛，也就是说万物呢皆有意识。所以无论光是一种意识，或者是意识是一种光也好呢，以及我们看得到的光和看不见的光，其实都是意识存在的形式。如此呢，这个世界呢，有可能就是一种光的幻象。那么关于宇宙的起源呢，从无到有，那个无其实呢，本质的意义就是无形的能量而已。那么所谓的宇宙呢，是从无到有产生的，
其一呢，就是无论按照古老的中华文化呢，还是现代的科学大爆炸的宇宙论啊，宇宙都是从无形的致密的能量点大爆发而来，从而转化为有形与无形能量共存的一个世界。所以宇宙的本质的能量呢，又因为能量的初始是无形的，所以宇宙呢，即是从无到有产生的。那第二个观点呢，就是宇宙本质是无形的，我们感受到的有形呢，其实只是一种对光的感受而已，一种意识的幻象。我们的意识在1秒钟之内呢，会有千百亿次的念头产生出来。对于一个人来说呢，我们是先有了意识，才有了我们所见到的物质。那么对于宇宙来说呢，又会是先有意识而后有物质吗？那么宇宙中的那个意识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难道它就是神吗？我们都知道啊，宇宙是一个真正的意识体，万物皆是由宇宙创造而来的。那么物质呢，就有可能从意识创造而来的。那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显示啊，占据宇宙质量90%以上的是暗物质和暗能量，这就是宇宙意识存在的一种状态啊。那暗物质呢，就是宇宙的人体意识。目前的科学界公认的暗物质和暗能量呢，主导了宇宙的主体结构，它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呀，却拥有着巨大的能量与质量。这与我们正常人所知道的意识灵魂的特性啊，是何其的相似呢？从而让人就不得不怀疑呢，这些暗物质或者是暗能量呢，就是一种意识，这也是有道理的嘛。那暗物质所有的引力控制着宇宙中的各种星体，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地球嘛。所以暗物质呢，是宇宙平衡有序、正常运转的一种神奇的力量。所以也可以说呢，暗物质就是宇宙的一种统治者。那相对于暗物质来说，地球其实非常渺小，人类呢更是极其的渺小。而在巨大的宇宙之中呢，那个更巨大的暗物质世界中啊，或许会存在着更高级的智慧生命体。这种智慧生命体呢，当然非我们这种具有肉身的生命啊，它有可能是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嘛，但是它呢，也是具有更高级的智慧，能够进行更神奇的意识创造。但是它们所处在呢，应该是在更高级的维度世界当中，而我们地球人呢，是依赖肉身才能够维持的一种意识，只能够占据着小小的看得见摸得着的10%的世界之中。所以量子力学中就透露出啊，这个世界呢，并非是以我们既有的知识所了解的结构。这个理论呢，已经被诸多的诺贝尔奖物理学家的获得者呢证明过了，其中就包括丹麦的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鼻祖尼尔斯·波尔。他说呢，如果量子力学没有吓到你啊，那就表示你还没有完全搞懂它。每一个我们看上去真实的东西呢，其实都是由不真实的东西而组成的。在19世纪初呢，物理学家们就开始探讨物质结构与能量之关系。以牛顿宇宙物质理论为中心的传统的经典的科学呢，开始土崩瓦解。人们开始认识到宇宙中所有的物质呢，都是由能量来构成的。那量子力学就发现了原子呢，是由能量的漩涡不停的旋转和振动而组成的。那每一个漩涡呢，都放射出自己独特的能量样式，因此我们是由能量与振动来组成的。然后呢，再释放出我们个人特有的能量样式，也就是我们个人的一种魅力、样式和性格。如果用显微镜观察原子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而无形的像龙卷风漩涡以及能量的一种漩涡就组成了原子、夸克与光子。当往更细里探索呢，就看不到实质的东西了，而是一个虚空架构旋，这就是超弦理论。原子呢是没有实体的物理结构，而是由无形的能量组成的。但生活的经验往往就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呢是由实体组成的，而实体的物质其实并非实体组成。这一点呢就实在让我们难以接受嘛，但它呢却又是事实。因为在量子力学里来说呢，确实是观察者创造了实体。身为观察者的我们呢，都参与了自己的个人的创造的一个现实，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宇宙是一个意识结构，一个可以用来说明意识在物理实体的世界所扮演之角色嘛。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呢，就是双缝干涉实验了。那这个实验呢，被多次的用来探讨意识在物理现实成型的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即使我们都是由能量来组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释放出独特的能量而创造事物，其中意识就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我们的内心呢，都处于爱和和平的状态，就会影响到身边的人呢和外在的世界呢，达到同样的爱与和平。那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尼古拉特斯拉就说如果你想知道宇宙的秘密呢，就用能量、频率与振动来思考。一个人如果从内心散发出积极与和谐的情绪那么就会积极的影响身边的人。
正如亚原子层的微粒振动频率呢会影响到原子的状态一样，而原子呢在改变的过程中呢也会吸收和释放电磁频率。那么不同的状态呢，比如说喜怒哀乐的意识呢，就会散发出不同的电磁频率。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呢，意识的能量能否创造或者是改变自然界的物质啊，目前还不得而知嘛。但是那些人造的物质啊，肯定是意识这能量表现出来的嘛，因为它们起码是我们的意识直接或间接创造出来的。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啊、汽车、飞机都与我们的意识有关，都是意识在间接或直接的参与的产物嘛。尤其是人类社会中的任何的事物啊，都离不开意识。由此可见呢，意识之重要性啊。但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啊，任何一种物质的组成呢，从分子下到原子，再到质子、中子、夸克、亚夸克，最微小的便是振动的旋，它是一种振动的能量。那这种能量呢，就是万物之根本了，它就是一个虚空的存在形式。那这种虚空的存在形式呢，便是我们所说的意识的一个幻象了。所以意识的幻象呢，其实并非是什么都不存在，而是一种以能量存在的形式。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古代的名人墨子呢，是世界上第一个记录小孔成像的人。他在墙上挖了一个小孔呢，遮住了屋内的光之后呢，就能够在屋内的墙上呢看到外面人影的倒像了。墨子通过对光的一系列的观察，就提出了墨子光学8条。他是第一个提出小孔成像，是因为光可以进行直线传播。这是突破时代的一个观察者。那墨子呢，其实是一系列光学研究的鼻祖。在1929年的加州理工学院的一间实验室里一名27岁的研究生赵忠尧呢，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创造了一条无中生有的光。他使用硬伽马射线的高能量光子束呢，轰击了重金属铅。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光就出现了。其实这正是正负电子相撞而发生的一个湮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观测到反物质，而正物质与反物质相撞呢，就会产生能量与光。直到今天呢，也没有人能够解释得清楚。但是科学家们却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他们说，既然物质湮灭会产生光，那么光就可以产生物质吗？所以道家就认为世间万物都是从无到有的，从无生出了有，又从有呢发展成了万物。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2021年呢，纽约长岛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里呢，科学家们就使用了2个金离子在同一条直线上以99.995%的光速呢向相反的方向移动。当离子相互通过的时候呢，围绕离子的电磁云中的光子呢就相撞在了一起。于是呢，奇迹出现了，在光中真的产生了物质，那就是正负电子对科学家在光子对撞中一共统计到了6085个正负电子对。那这个实验的结果确凿无疑的就证明了光可以产生物质在距今138亿年前宇宙产生于一次大爆炸。宇宙呢也是从无到有，世间万物呢都从虚空之中就出现了。那所有的物质都是通过光来产生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在1988年的特斯拉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难道它真的是来自于外星球吗？那么大家觉得呢？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